大家好，我是金博，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盘面走势。那昨天走的还是比较上下震荡，还是处于一个震荡区间。我们之前在几个视频之中就提示到，它在这个信号 K，也就是它还是在这个1小时的信号 K 的之间是运线的一种运作方式。也就是说，它在这边的话，方向性的话，整体的大趋势的话，还是在这根线上的一个压制。那我们之前在这一个三角形态的话，是预测它会走出这么一个方向。那实际它还是在这个15分钟级别这边有一个导型反转这个塔形顶部压制，然后的话再下来这么回撤这种形式。那整体走起来的话，小级别是比较震荡的方式。那昨天其实用我们的信号 K 打法，它其实也是非常简单容易的。我们切到小级别来看。那昨天画的是两个区间嘛，其实你看整个大的区间，咱们把这个线拉长也是一模一样的嘛，对不对？那现在它又拉过来，那这个再拉过来，是不是感觉一模一样？那我们再看细节的，我们先撤退这个细节的，也就是说在这边你看它有两根主升的一个，昨天我们在录制视频的时候还是这一根，也就是说它在这两个对冲掉这一根信号 K，那在这边又成15分钟的一个信号 K，我们来看一下。我是记得是这样。那15分钟信号 K 在这边形成支撑，然后到这么大的量能呢，它又形成5分钟的一个下跌的一个信号 K，一直拿到这，然后这又拿上来，哎，来回这么做，其实也有差不多2000多点了，对吧？你这边下来嘛，咱也别说拿到这，拿到这肯定是能拿得到的，也就是这，咱也别说这里你拿吃到，你这里是能吃得到的。差不多吃3波吧。你当然有些激进一点的，他肯定在这边就吃一波了。好，这是昨天的一个趋势讲解。那今天其实还是很难说，很难去辨别啊，还是要等信号 K，对不对？我们小级别上信号 K，你看你基本上做也是能做上的。那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它的一个趋势能变化。那现在的话，它还是在这边回荡，不知道是不是等这一波的是中期还是下跌了。因为它都现在处于中间嘛，它不是两边或者是压制线的一个中间来说的话，它就比较有说服性。这种规律的话就，在现在的话，你要说大级别的话，它还是现象还没怎么发生啊，因为这边已经破掉，其实这一根的话，它还是被这一根压制，也就是说这一根它是没起到作用。嗯。是大家别急吧，就是你哪怕是这段时间也看不清楚，稍微等一等，对不对？你按照信号 K，你就做短线就好。嗯，我们看一下趋势能，趋势能方面的话，这边的话还是1小时是有一点的，这里是有一点，15分钟。那4小时可能还是要走一段震荡吧，或者是它如果上攻，我们还是以这几个，昨天的话是以这两个区间来去判断它的一个走势，对不对？那整体的一个区间它是，哎，有点卡，稍等一下。有点卡啊，这个网速不知道是不是网速的问题。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昨天我们在这个区间其实也讲过嘛，它只要保持在这个之上，那它的一个看空行为我们就要抵制。那在上面其实它是在这个级别是偏上。那昨天是经过1次、2次、3次的触碰，那这边又收拢，也就是说以它的一个均线，我们再小一个级别上，以这个均线如果它又在这边站稳，那今天的话能否再冲，它的希望性就加大。那它跌破的话，在下面盘整，我们就要另外考虑了，因为今天是已经开盘了，差不多都过了1个多小时了，那我们就再等一下，等它的一个信号 K 吧，信号 K 打法就是这样。大家不要着急，慢慢耗尽时间。这一段时间上它走的比较纠结，我们就不善操作的就避开这几天时间。好，我们看一下新闻方面，很多新闻都在预测底部了，就这种信号是蛮强烈的。每个人的说法也不一样啊。还有是不是微客户这种，到底是不是这种积累？标志性的一个底部好像也有这种信号了，最近还是蛮多这种信号出现的。乌克兰，哎，最近我们说一下乌克兰，乌克兰在最近的一个，我们说一下它这个战争啊，还不是 USD 比特币方面的，它这个战争逆转呢，就是它已经实现
无人机的这种全球操控，它和美国的这个星链打法已经逆转战场了。那俄罗斯这方面呢，它由于这个没有星链的加持啊，它地广人稀，分配的话资源又重资产比较多，这一段时间是比较吃亏的。那乌克兰它已经把这种武器部署到边界，然后的话实现无人操控，让我们看到现代战争它的另一种形式。让我们联想到一下这个美国方面，他们乌克兰现在还是用人在操控去执行这种无人机斩杀或者轰炸攻击目标这种行为。那美国它现在这种人工智能的加持下，未来可能不需要人了，就是它的芯片就植入到进去，它就可以运用远程操控，然后远程控制。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恐怖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呢，乌克兰它已经把这种技术外派到日本这边，好像和台湾也有合作。那无人机的一个岛链已经悄然的形成了。我觉得这一块是引起大家现代化战争的一个重要观点呢，就是不再是你的坦克量多少，或者是你的这个重型飞机啊。我们知道之前美国和伊朗这个还有一个研究方面，就是因为这种重型的过载，然后的话它的一个效率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无人战略可能是占这个未来的战争的一个重要市场。它不需要有人了，就像乌克兰，它可以在家就操控这些无人机，也可以在其他国家来通过星链操纵这些无人机。乌克兰已经发出一些奖赏，通过这个打赏征集全球的这种飞手来进行实战，就是他可以不上战场。乌克兰的好像那个新来的这个上任的一个年轻的一个部长，他也没有上过他反而是这种人工智能化方面的一个专家，对不对？所以说，未来的战略这种战争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多让我们改变吧，对他现在战争的一些看法，不再是以前的那种观念重资产了。所以说，一个小国家不要轻视，特别是在这种高科技的加持下，它有可能会把这种大俄。那大俄当然了，它有这种核武呢，也是让人所忌惮的。大不了大家都没了，可能就是这种自暴自弃的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下一个目标也就是这个朝鲜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蛮难弄的。朝鲜论实力和这个肯定是不如俄罗斯的，但他们有这个呃这种恐怖的思想，就是你要搞我，我就要弄你这种思想，那就是美国所忌惮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 RWA 代币化，那我们在会员群已经说过这个。我们来看一下，RE 昨天也是在这边有一个我们小级别，大家就懂了。RE 也做的特别好，你看，在这个均线上我们做了一个警报，然后它在这边进行加强。还有 SPX， 我们最初的这个昨天是有一个这个动态，也就是在这边发生的。再放小一点，那这边也就是说它这个信号 K 已经反转了，那强烈的一个下破在暴力上涨。那我们最初在这个 SPX 也是赚到非常爽的，那我们也鼓励大资金的一个短线操作，那基本上是拿到这的，那这是它的一个结束区域嘛。那我们最开始是1.5万亿，我觉得是它的合理估值区间，也就是150的一个价值10倍 PE 嘛。然后的话，在这的话昨天是走的比较稳健，应该是在这，对吧？刚好在这，也是差不多凌晨这个时候，也是拿了几个点，5个点吧，当时10.4个点。那这种小级别大资金 SPAX 就可以做到，你放个几千万，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波动的。那这是我比较倡议大家做短线超大额的一个类别品种。好，比特币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然后的话我们就耐心等一下它的一个变化吧，因为我们所有的打法就是基于趋势和这个动态变化来去做操作的这么一种核心。你看这些动态变量，它就是在这边进行压制嘛，你看到没有？其实它所有的点我们都能找得出来。那现在的话，它
在中间你就不要去纠结了。你哪怕是昨天我们在录制视频，在这边是不是？那你出来你能做一点，那你到这它又下破了，你在这边是不是能做了？它的细致你看，这是15分钟，其实都出现在这些里面，它所有的变化它都会显现出来的。那你看。它在这边下破，那这边是不是它已经进行一个小级别的终止了，对不对？也就是在这，你肯定你这个下跌的话，本身它在这个是15分钟嘛，15分钟现在变5分钟，5分钟它已经反驳出这个高点了，那也就是说它这个下跌已经终止了。那在这边又更强烈的告诉大家交易的时候，这个就不要再去做空的这么一种节奏。那这个同样的道理也是，你这边这么大力的上涨，它来一根这个信号 K，那你是不是还要去接多呢？那当然，你从底部拿，你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当然出现这一根，那你就要放弃。包括这边也是，这个是15分钟强信号 K，那它在这边下跌已经终止了，这个是第2次，那这里是第3次，由小级别变为大级别，也就是说大级别那等15分钟，是不是？那15分钟我们一直等到这才有5分钟的变化，那它又维持到这个线的一个压制，本身它又从这个区间有一些压制。好，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吧，感谢大家收听观看，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给我，觉得可以的可以点赞、关注、评论。好，谢谢大家。